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杨幂前夫刘恺威有新女友了。10月12日，刘恺威被曝和一个女子牵手散步，引发热议。照片中，两人双手紧扣，俨然是处在热恋期。很快，女方身份被扒，据说是圈内的女演员尤静茹。只是尤静茹去年底才结婚，如今牵手刘恺威，难道是离婚后和对方在一起的？面对各种揣测，尤静茹选择紧急辟谣，击退流言。而此事，另一个当事人刘恺威依旧秉承不回应态度。要说刘恺威与杨幂离婚也有4年了，这么长时间里，两人却谁也没有公开恋情过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有传言称杨幂和刘恺威离婚时，离婚协议明确写二人的50亿财产和女方得到的45亿，剩下5亿才是刘恺威的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哪一方想要重组家庭，那么就必须承诺放弃女儿小糯米的抚养权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哪一天杨幂有了新欢没问题，但如果她想要再婚就非常困难了，除非她不想要孩子。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这2年刘恺威的工作量大大减少，并不是因为年龄渐大的缘故，只是孩子一直放在他那边抚养。相对于杨幂的拼命三娘精神，刘恺威则更兼顾家庭，所以二人分工就很明确了。离婚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抚养小糯米的责任是由二人共同承担。所以虽然工作量减少，但杨幂也会很大程度上给予老公物质上的保障。这也是为何之前杨幂与魏大勋频频传出恋爱消息，却始终得不到对方回应的原因。这种情况下，可能双方都只会偷偷谈恋爱，而不会结婚。刘恺威不说话，但没想到他父亲刘丹跳出来替儿子发言了，不反对儿子再婚，希望可以有个伴儿来照顾他。高情商找个伴儿照顾他，低情商找个保姆给他养老。这番择偶观瞬间将刘恺威推向了保爹男的舆论风口。可单凭这一句话去判断一个人有失偏颇，但回顾刘恺威过去的感情生活，的确是刘丹在主导。有网友甚至整理了刘丹为儿子发言的合集，刘丹称有调侃之意，却不乏事实。当初刘恺威和杨幂婚姻尚未破裂时，刘丹便已经开始伸手管，多次暗示指杨幂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家庭。有一次大年夜，当被问杨幂是否会给公婆拜年时，刘丹笑而不语的态度直接让八卦满天飞，猜测杨幂与公婆关系恶化。但是便有人担忧刘丹的过分干预会让他们夫妻俩关系内部恶化，没想到一语成谶。两人离婚后，刘丹不遗余力地营造刘恺威的慈父人设，而在面对杨幂是否探望小糯米的提问时，不止一次对记者黑脸，对杨幂有万般不满。这个举动算是彻底撕破了刘恺威和杨幂的表面和谐，以至于有香港报纸大版面报道杨幂刘恺威已经闹僵。各种真假尚未可知，但两人确实回不去了。既然被父母干预的婚姻很难长久，为何刘恺威还甘愿接受操控？这一切要从他过去的成长经历说起。刘恺威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家庭，父亲刘丹是港圈老戏骨，曾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扮演洪七公，在 TVB 颇有话语权。早些年，父亲虽然常在外拍戏，但每次收工都会赶回去看他们，母亲则是全职太太，负责照顾全家人的生活。这种富足安逸的成长环境，给了刘恺威童年时期最好的庇护，但也在很多年后成了刘恺威在感情经营上无法克服的软肋。刘恺威14岁时，刘丹为了他在升学和就业时没有太大压力，全家移民到加拿大。该读书时，刘恺威有意选影视行业，但刘丹担心做演员太辛苦，帮他选了建筑系，希望他能做一份朝9晚5的更有保障和安全感的工作。这份庇护虽然是刘丹一个人扛起养家重担，全年2边飞换来的，但他甘之如饴。在他心中，家庭是最重要的。刘恺威一向视父亲为偶像，自然也潜移默化接受了父亲的家庭观，而这恰恰为他和杨幂的婚姻危机埋了雷。如果刘恺威提前在人情世故中经历过磨练捶打，或许还能明白如何变通，而不是完全复制父亲的观念。可他被保护得太好了，压根儿不知道该何时转舵，应对未知挑战。在温室玻璃房中长大的刘恺威，1995年开始打入娱乐圈。刘丹见他执意如此，没再阻拦，转头给他修桥铺路。刘恺威第一部戏是与 TVB 合作的《真情》，戏中与刘丹饰演父子。
后来他又搭档过古天乐、蔡少芬这种顶流，但一直不温不火。心有不甘的他转战内地发展，但依旧没溅起水花。直到与杨幂恋爱，靠杨幂男友的身份迅速爆红。第一次担任电影男主，还接下各种名牌代言、高价广告，跻身福布斯中国名人榜。奈何实力撑不起流量，热度过后，刘恺威事业又重新回归平淡。这边刘恺威在胡咖边缘徘徊，杨幂却一直处于顶流之位，长红不衰。巨大的落差让他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。本来两人尚有感情基础，一切或许还可以挽回，只是这种关键时刻，刘恺威并没有先自我审视，而是一味的从杨幂身上找原因。他一边怪杨幂工作太忙，没对婚姻负责，一边却又在试探婚姻的底线。与王鸥的夜光剧本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件事发生后，不少网友就跑到刘恺威和王鸥的评论区谩骂他们。刘恺威一下子变成了渣男，王鸥则是成了网友口中的小三。杨幂虽然在媒体前表示相信丈夫，但从那之后可以看出来，她和刘恺威的婚姻早已有点貌合神离。后来有网友发现，刘恺威居然将手上的婚戒给摘了下来，离婚传言闹得沸沸扬扬。不久后，杨幂宣布离婚。离婚之后，刘恺威的事业跌到谷底，拍摄的《这就是生活》《梦境人生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。即使他在媒体面前装作一副好爸爸的模样，依旧没有好转，事业从此止步不前，更呈现被后浪淹没之势。但他并没有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。事实上，自称与杨幂的发展方向不同，他是比较有艺术性一点，可却被网友晒出的影视剧片段啪啪打脸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艺术性？这件事儿让杨幂很生气，她曾在采访中直言否定刘恺威，我不同意他的说法。生活上，刘恺威套用父亲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，希望他能像保姆一样服侍全家人，能够多顾家一点，但自己又无法达到男主外的事业高度。在这种纠结和分裂中，刘恺威逐渐对婚姻经营力不从心。这时父亲刘丹强势介入，替他做主发言，刘恺威便顺势默认了。刘恺威这种一路被父母护着长大，遇事只想顺势而为的性格，注定无法与杨幂越挫越勇的个性融合。杨幂4岁出道，10几岁因哭戏被导演打耳光，经历过一夜之间被换角色等娱乐圈风雨，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，时刻都保持着不进则退的危机感。两人理念上的巨大冲突早已决定他们无法兼容，毕竟这个世界所有稳定的关系都需要双方间平衡。想要女方小鸟依人，男方就必须具备撑起一切的能力；想要女方扛起经济大旗，就势必强化不畏流言的心理以及甘心打辅助的决心。显然这些刘恺威都是缺失的。其实生活中很多被父母保护的太好的男人，成年后都很难独立经营一段感情，即便勉强组成了小家庭，也会走得异常艰辛。和这种人结婚，往往会出现下面一些问题。首先，在感情发展背离预期时，缺乏招架能力。就像刘恺威一直在复制父亲的家庭观，可当他和杨幂的婚姻真正落入柴米油盐时，才发现杨幂永远不会甘心围绕着家里转，她的野心在整个娱乐圈。这种不可控性让刘恺威恐慌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往上爬，与杨幂并肩平行，却逼得杨幂斩断与他的羁绊，独自高飞。其次，他们会在过度呵护中产生盲目自信的错觉。就刘恺威来说，他北上内地首拍的《千山暮雪》得到了刘丹的肯定，这份称赞让他在《千山暮雪》这种霸总戏路上走了10几年，一直享受自我满足。岂不知如今审美已经变了天，这种角色不吃香了。另外，刘丹曾经在采访中夸过刘恺威，我真的给他101分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说，他就替我们想到了。这让刘恺威以为能做好儿子的本分，也理所当然的能挑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可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他不能直接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只能怪对方步子跨得太快。以上种种导致了刘恺威他们无法独立应对感情危机，于是只能退回到原生家庭寻求慰藉。一旦父母介入，便会模糊了大家和小家的边界感，更会加剧感情的破裂。当然，也不用全盘去否定他们，从小浸染在家庭氛围，决定了他们的底线不会太差，会对女子负责，也不会太过分伤害家庭。但与此同时，
他也会期待你能折翼断羽，陪他一起平淡相守。若要与他兼顾，除非你有很强大的共情能力、耐心和包容。不是不建议选择这种婚姻，只是在选之前需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建设和不断受挫的准备。婚姻的模式有很多，在这里不想评判孰好孰坏，毕竟彼此感觉舒适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。